荷尔姆兹海峡会不会被封锁啊？这个是各界都在密切关注，因为战争关系被封锁啊。事实上，它是一个多输的局面，美国也输，伊朗也输，沙特、阿联酋、伊拉克、卡达尔、科威特这些透过这个荷尔姆兹海峡输出的国家也都输。对，这里每天通过的石油的量是全球的供应量的20%到30%。荷尔姆兹海峡如果被封锁，国际的油价会在很短一段时间就骤升到150到200美元一桶，这个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心到中东，现在伊朗开枪，美军啊，你再敢进攻的话，我们就会酿成一种重大的灾害，会造成4000人死亡。另外，我们会看到各种的武器寄出来了，不管是核设施、美国的航母、伊朗的水雷，全部端上桌。美伊战争进入倒数了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先来看到是美军他的这个伊朗说他已经取得美军他的钻地的炸弹的残骸，并且他可以针对这一种钻地炸弹来进行逆向工程，会成功吗？如果真的成功的话，美国未来还能够成功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伊朗直接呛美军了，说你再对我们进行攻击的话，会对你们造成数千人伤亡的惨剧。另一方面，美国现在同步的正在撤侨跟部署飞弹的防御，中东进入开战倒数。最后我们来看到是美军最新祭出它的电子战机，这个是EA-37B 的电子战机，再加上伊朗现在分散它的飞弹，准备封锁荷尔姆兹海峡吗？双方谁会先祭出第一击？今天就有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他在9日发表在全国的电视演说。哈米尼特别回顾到了当时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而他也指控了在过去的40年来，不管是西方国家，不管是美国，始终都想要控制住伊朗。那么希望这一次伊朗人民能够展现意志，来一起挫败敌人。伊朗的国会议员更是直接呛美国，只要川普你再走错一步，美军会付出3000人到4000人的一个阵亡代价。政治讯号已经寄出了，伊朗上面的军事准备也已经列出来了。不管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钻地炸弹，也就是去年美军他寄出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寄出的这个钻地炸弹，现在说呢，还有一些核设施没有被完全的引爆，有一些残骸，伊朗可以取得这些残骸，并且进行逆向工程吗？另外就是在军事上面，伊朗现在对外公开了这一款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远程的导引海上水雷装备，号称能够呢对这些大型的军舰造成致命的威胁。特别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美国的林肯号航母。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更是担心伊朗的飞弹特别指出说，伊朗现在把它的部分的飞弹都已经移到东部或者是山区部分来做分散部署。如果说以色列或美国没有办法先发制的话，那么他认为伊朗的库存导弹可能会恢复到2000枚，也就是回到跟去年遭到攻击前的战力规模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特别请教华干哥怎么看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钻地炸弹，伊朗如果进行所谓的逆向工程，那接下来美国对于伊朗它的核设施攻击还具有威胁力吗？就另外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一款这个水雷，伊朗它寄出的这一款水雷能够封锁荷尔姆兹海峡，飞弹的话能够报复美军的中东基地吗？那么美军承受得住吗？干哥怎么看？好 ，OK， 好，我们要特别要解释一下 GBU-57巨型钻地弹，大家都知道，在去年6月的时候，由美国的 B-2 轰炸机携带，然后大家要知道这一种这个钻地弹，它重达14吨级，14吨级是非常重的炸弹。坦白讲一句，一定要由轰炸机来携带。一般的战斗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F-16、F-15啊、F-14啊等等都没有办法带，它带不动，它太大了。那这个14吨级的这个炸弹呢，它光弹头就2吨，非常的重。所以说它为什么叫钻地弹？也就是它以高速的动能，还带着弹头，它冲下去的速度大约是6倍音速，然后而且它能够瓦解最厚的钢筋混凝土掩体。然后，而且这次他们不管在伊斯法罕
等等啊，这些伊朗的核设施、高速离心机运转的那些地下工厂，去直接攻击5万多台离心机。所以当时美国的卫星有传回，因为说句实在话，卫星所传回来的照片，终究没有办法可以很明确的去检视地下工厂的战果是如何，都需要靠当地的什么间谍，也就是跟中情局同步的这些间谍啊。所以这些间谍，当然他们都是伊朗当地人，传回来的结果就是有一些传闻说 GBU-57有部分的那个弹药是没有引爆的，也就是说，其实不可能有部分，就是一枚没有引爆啊，一整枚没有引爆。可是现在我们再来讲重点说，它可不可能可以成为逆向工程的工具？其实我今天说一句实在话 ，GBU-57它还是传统炸弹，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太高深的技术机密可言。就算你逆向工程回去造了一个这么大一样的炸弹，因为你知道它的绰号叫什么吗？GBU-57它的绰号叫做炸弹之祖，祖父的祖。然后呢，俄罗斯有最接近它的叫炸弹之父，因为这个 GBU-57发展出来之后呢，它就盖过了炸弹之父，就是盖过了俄罗斯的炸弹之父，变成了祖。为什么？因为它是炸弹之父的3倍破坏力。哦，这么简单。所以你说在现在这个炸弹之祖有一整枚没有这个引爆，然后被逆向回去。好，我现在来问各位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说，你要逆向回去之后，然后用什么来携带它？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它有投射工具，对，你要有东西来带它，你要有那么大的轰炸机来带它，战斗机带不动，而伊朗没有的。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携带这种炸弹，除了俄罗斯跟美国这2个国家以外，我们大陆的轰6是一样带不动的。为什么？太大颗了。所以很明显的，你去逆向工程回去是没有意义的。好，我现在简单解释一下 ，GBU-57它是没有办法这个简单这个逆向回去。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伊朗远程导引海上水雷，这个是要对付谁？对付林肯号航空母舰。通常这一枚水雷如果布放在荷姆兹海峡的正确的地点的话，可以把林肯号的那个船底炸出一个大洞。炸不成，但是会使它完全丧失行动力。只要达到完全让它丧失行动力跟作战能力的话，目的就完成了。但是问题是，像这样子的这个武器也是一样，需要有人操控。是，它不是无人机，它也不是无人艇。那你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要派人去在旁边顾着它，导引它，它可能可以跑20公里、30公里，但是顾着它的人会先被美军消灭。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远程导引水雷，就有点像美国的那个智慧型水雷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伊朗它有它自己的技术去发展出可以布放得更遥远，让这个如果说你林肯号不小心进到荷姆兹海峡，触及了这枚水雷被引爆的话，它就丧失了行动力。所以如果开战的话，伊朗一定会布放很多这种水雷。美国也不是傻瓜，他会现在在收集很多情报，所以这一出海上的对峙很值得继续看下去。好，现在看起来对于美国来说，伊朗的水雷可能就具备有一定的威慑力。那同样的问题，像介大使又怎么看？其实荷姆兹海峡的会不会被封锁啊？这个是各界都在密切关注，而且在分析它的利弊。那么基本上，如果荷姆兹海峡因为战争关系被封锁啊，事实上它是一个双输也是多输的局面。美国也输，伊朗也输。那接着呢，沙特、阿联酋、伊拉克、卡达尔、科威特这些石油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输出的国家也都输。对。那这里面可能输的最多是伊朗本身，因为伊朗本身80%的石油要靠荷姆兹海峡输出，还有中国大陆的石油40%从这里出。那这个多输甚至还包括全世界国家，为什么？因为这里每天通过的石油的量是全球的供应量的20%到30%，所以所有专家的估计就是说，荷姆兹海峡如果被封锁，这个国际的油价会在很短一段时间就骤升到150到200美元一桶，那是现在的几乎是2倍。
所以这个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呢，因为伊朗本身也是输家，所以呢，这个会不会真正造成伊朗真正全面的这个封锁？这个是可能性是不太高。不过，这种所谓中间做法，而不是全面性的做法，中间性做法或者说是战术性的做法，还是很可能发生。就是怎么样？就是骚扰，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收1-2艘船，或者造成一些军事的紧张，可是不是全面封锁跟全面开打，这样一样会造成一些军事上或政治上效果，因为它会立刻造成怎么样？这个荷尔姆斯海峡的这个海运的这个保险费会立刻提高，这个提高以后，我就说就多输了。沙特、阿联酋、伊拉克、卡达、科威特就会出来施压了。他们就会真正的，包括中国大陆，就会真正的会插手这件事情。那插手是什么呢？就是斡旋，就是出来调解。那现在美国事实上对于这个伊朗，我认为在做的任何的措施，基本上是政治目标，目前高过于军事目标。军事是一个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那政治目标是什么呢？有2个，一个就是再度造成伊朗内部的动乱。让这个反对者能够再上街头。第2个呢，就是伊朗的经济崩溃，因为这种长期的军事压力会造成2个效果。第一个，外资不太敢进去了；第2个，伊朗本国的有钱人的钱可能要往外跑。那这个对经济上来讲，已经饱受通货膨胀，这个还有货币贬值的伊朗来讲是雪上加霜。所以我认为美国基本上这个压力不会短期取消，而且还在增加。那会不会真正动武呢？那一定是美国要确保它的损失是在最少的情况下，它才会动武。那么这种就是远程精准打击。那所以远程精准打击的话，什么时候要用？可能是美国觉得政治目的没有办法达成，那就丢几颗炸弹就走人了。好。所以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会打一个比较长久、一个持久的一个焦灼战。那美国目的让伊朗内部政治上面动荡，那也要压垮伊朗内部的经济。那在军事上面，同样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是伊朗它祭出了哪一些武器嘛？我们来看看那美军呢？美军在最新或者是欧洲国家又有哪些军事的武器来协助以色列？我们来看到美军最新也出现了它的这个 EA-37B 的战略电子战机现身在德国基地，被解读是要大规模瘫痪式作战，所以针对这个作战来预做部署。那美军在中东的20处的基地也完成了它的飞弹防御部署，包括了这个爱国者跟萨德系统。英国则是持续的向中东地区增派空中力量，包括了 F-35跟它的2架空中加油机。五角大厦1英里内的这些披萨店订单暴增250%，现在看起来战事一触即发。美国已经呼吁他的公民赶快撤离伊朗了。接下来他出动他的电子战机的话，目标到底是核设施，还是要瘫痪整个伊朗的作战体系？像这个又怎么看？在这次伊朗那边出现了美国的 EA-37B 的这个电子战机，那么这个电子战机其实之所以受瞩目，而且认为指标性，主要是因为先前委内瑞拉在当时攻打的时候，为什么全部都失效？大家就怀疑有可能是这个 EA-37B。它的这个电子战机当中发挥了它的最高作用，瘫痪了所有的指挥包括雷达灯各方面的系统当然美国没有证实，所以这次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又是可能这个拿出这个厉害的武器。要知道 EA-37B 它其实在美国现在空军当中是非常非常先进的，2023年交第一架，2024年第2架。它呢算是美国现在在整个建军状况也比较特殊的。怎么说呢？因为美国过去所有的他们最新的东西都自己重做，但是呢，这种电子战机它是改装的，它是把现在全世界有钱人坐的私人飞机的湾流 G550的商务机来改，里面再放入了所有这些电子设备。那它具备了整个可以说最新长程全频段的，所以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厉害的机器，其实外界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只知道说一旦它真正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它的电磁干扰能力是可以把所有的指挥、通信，
包括网络、包括雷达全部瘫痪。所以这次如果在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要对伊朗下狠手呢？伊朗的防空系统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电子战机最后全部都是空空荡荡，最后美军如入无人之境呢？当然，我们觉得现在看到很招出来了。但我们相信，其实美国在过去，不要说跟全世界，过去跟伊朗已经有非常多往来在军事方面的经验。可是我们最后总结来看，美军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究竟是威吓你，瞄准你的核设施，乃至甚至把你的国家领导人部分都干掉，还是取决于他们最后的情报战？对于伊朗本身的情报战，因为有以色列包括美国自己的掌握，但是即使有一个最深远的目标，比如说就把他们整个家族都给扫荡完，把你核设施都破坏完，比如说这最极端的哈。但是在关键时刻之后，人家躲起来，还是要修正。情报战通常有一个目标，但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地步，还要就实际的状况。不过我觉得现在对于川普在主导这件事情不太一样的，跟拜登过去民主党不一样，主要是过去是一个政治效应、政治决定的那个东西主导战争，但是现在川普有一些东西去思考，怎么说呢？他比较像商人。来都来了，另外的部分就是大批的美军在那边 hold 在那边要花多少钱啊？这要花很多成本的。对于川普来说，花成本就要获得什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思考所有川普主导的国际，包括军事行动或要花钱的行动当中，大家要加一个思路。所以我就认为现在跟伊朗这件事情不太可能会空手而归。其实像刚刚大家讲的，可能真的情报发现没有办法掌握最终极的情报的话，可能还要炸你2下之类的，就表达一下威吓之意。但是如果掌握更多情报，我认为川普跟来都来了，炸一炸也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中东情势，今天来关心的是纳坦雅胡是否误中了来自于伊朗的圈套呢？伊朗神秘现在正在进行建设当中的就是它的这个神秘碉堡，等一下会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细节哦。那么现在正式的曝光了吗？再来就是关心了，是不是伊朗在背后未来还会有中国大陆的势力？中国的影子舰队是否来协助运送一些设备，帮助伊朗做它的飞弹升级呢？我们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关心今天的这个开场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我们的来宾一起来做回答的。首先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纳坦雅胡这一次是否误中了来自于伊朗的圈套呢？因为纳坦雅胡他说啊，他找到了伊朗的浓缩铀，到底是他为他要打战前铺路，还是他落入了伊朗的圈套呢？第二件事情，刚刚在讲的十字号山，就是现在伊朗正在偷偷秘密打造的这个终极核碉堡，正在打造，据传比福尔多更深。深度最多达到100公尺哦。美军是否过去它的钻地弹的这个杀手锏是否还能够打穿它呢？最后我们来关心是否在这背后伊朗有中国大陆的影子舰队会出手吗？它的关键行星搅拌机是否帮助输入给伊朗，来帮助它在做飞弹的量产正式进入倒数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注。今天最新开场，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一回再把军事焦点指向了伊朗。他怎么说？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纳坦雅胡说：“我掌握到了来自于伊朗，他现在又在偷偷的隐藏这些高浓度的浓缩铀，地点啊，疑似现在也找到了，就是要来替新一轮伊朗的军事行动要来找借口吗？这是来自于纳坦雅胡的说法。当然，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不是有备而来了呢？他最新宣布公开处决被指称为是摩萨德最重要的间谍之一的一位男子哦，并且怒控以色列他渗透伊朗的政府机构，企图夺取这些最核心的机密。双方你来我往，似乎打的就是一个情报战。中东局势现在更紧张了，恐怕会有大规模的冲突即将要爆发了吗？我们先来关心纳坦雅胡，他高调宣布说找到了伊朗的浓缩铀，是想要替攻击制造一个正当性吗？因为他说找到了这个位置，他已经把情报提供给美国了，是想要再做另外一次的攻击吗？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另外，伊朗真的有这么笨吗？他会就这样子很容易的让这个摩萨德取得这样的情报吗？还是他故意制造假情报，让以色列落入圈套当中？介大使怎么看？我想就以色列来讲的话啊，这个伊朗是他在区域内啊
最危险啊，也是最威胁最大的一个敌人。那只要有伊朗存在一天啊，他就很难的这个叫他就不会感觉到舒服的。所以在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啊，会永远都处于一个紧张状态。而且借着整个美国现在川普政府对这个以色列政府的高度的支持的情况之下，他们前几个月已经对伊朗进行过攻击了。是，那么用了美国最先进的这个钻地弹。那是美国库存也不多的钻地弹啊，把它的地下的这个核设施啊，川普是说销毁得很彻底，可是呢有人存疑，那也有人说事实上话那个地下核设施啊被这个攻击的前几天啊，伊朗已经把这个浓缩铀啊这些都已经移走了，对，这都没有办法获得证明。川普的讲法是说消灭得很清楚，那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又说我们又找到新情报了。有400公斤浓缩铀，这个量非常的大，非常大的一个量，而且它现在埋得更深，是地下100公尺。对，那意思就是说，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摧毁。那只要我觉得这个情报哈，在反复的验证之下哈，它得到确实的话，我想在适当时机的话，美国跟伊朗应该还是会这个联手去美国跟这个以色列还会去联手想办法摧毁这个伊朗这个地下核设施。不过这时间之窗也不大，因为必须要在这个川普仍然掌权，而且是有效掌权的这个方式之下。如果说川普不掌权了，或者川普卸任的话，我想要继任的总统很难会接受叫以色列对伊朗进行这种攻击的。不过就变成这个同时期。伊朗也处决了一个穆萨德的间谍这显示事实上伊朗也正在怎么清理门户。因为伊朗事实上每一次好像都没有国家机密，人在哪里人家以色列也搞得清清楚楚，你和最机密的东西藏在哪里，人家搞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出了内贼嘛。人家穆萨德的这个情报做得很确实嘛。那不过我们在这些各种刑事研判的时候情报一方的情报是不够的，情报的这个基本上它是2线、3线甚至4线，一个情报出来找 A 线过来，要 B 线去确认，B 线的再确认后还要 C 线，这样才会得到最后的一个什么精准的情报，而不会这个钻地弹用下去了，结果又没打到。对，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只要有机会的以色列只要有机会，不会放过伊朗的。那美国川普事实上的话，他是会配合伊朗的，配合以色列。所以这个情势，我觉得危机没有解除。那么只要有确切的情报，有一个恰当的时机那么美以联合再来攻击是伊朗这个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好，所以注意到了，接下来这个美以针对这个战争，针对伊朗的战争，随时都可能在引爆。尤其现在我们要特别来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上次我们才提到嘛，6月份的时候，美国不是才派他的轰炸机去 B2 轰炸机去攻打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吗？这一座是它的纳塔兹的核设施，但是我们看到，攻击完之后，非但这个伊朗没有停手，反而在加速建造它的地下的核设施，而且呢，这一次根据了解是规模更大的，它正在秘密的建造当中。这个核设施叫做十字浩山地下核工程。等一下，我们一起干哥来带我们了解现在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个核设施的一些基本档案。它这个地点呢，其实距离上次被 B2 轰炸机轰炸的这个纳坦兹的地方只有1.6公里的一个距离而已那么根据现在卫星影像的最新显示，确实呢，这个隧道正在加强它的稳固当中，外围的防护也在强化当中。重点是可以看到它的气土量增加，所以呢，好像随时都在建造当中。最深，甚至是可以达到100公尺的，比过去任何的核设施看起来都更具有隐秘性更骇人的事情是，上一次其实美军在攻击之前得到的资料是，伊朗已经囤积了大概900磅，也就是浓缩至60%左右的一个铀。那一批铀到现在其实是还没有找到。
到的，现在又再加上这个新的核设施，到底伊朗在秘密计划什么？这个核设施到底有什么特别，有多隐秘？那经过强化之后，美国它号称能够摧毁它的地下核设施的这一款武器 GBU-57还能够奏效吗？干哥怎么看？好，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十字镐地下核工程？可能大家还记得上次美国的那个 B2 轰炸机，他们总共有派出了7架，然后每一架飞机上面带着2枚应该叫做炸弹之主GBU-57巨型钻地弹巨型钻地弹这个刚刚大使讲的真的没有多少颗美国大概上次就用了库存的一半，14颗打掉了。那这种巨型钻地弹有多大呢？整颗炸弹有3万磅之重，也就是15000公斤，那是非常大的炸弹。所以被称为炸弹之主。因为俄罗斯有个炸弹之父，然后美国还有一个炸弹之母，改天我再跟各位介绍，这个是一个家族啦，就是代表说他们都是非常，它是以重力加速度为本，在进入这个目标之前它会启动延时引信。延时引信的意思就是说，它要钻到地面，到了里面才爆炸，这个叫做钻地弹的意义。那以前美国早就有这种钻地弹，就我刚才讲的炸弹之母但是这更早在越战的时候还有用越战的时候是 GBU-28精灵炸弹，那个时候打进去，我跟你讲只能打6公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越共都躲在那个地底下，可是后来发现没用，为什么？因为越共到处跑，所以打了这边，他跑到那边，所以后来这种精灵炸弹变成毫无用武。到了这一次对付伊朗的时候，用这种炸弹反而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固定的，不会动的那以前只能打6公尺，你怎么打得到？所以后来美国发展出了这个炸弹之主 GBU-57之后，号称可以打60公尺，是以前 GBU-28的10倍，它可以打60公尺。不过现在问题来了，纳坦兹听说他在地下100公尺，难道川普你要再派 B2 去吗？这次打得到吗？而且我们看最近纳坦兹的这个地下，不是纳坦兹，就是在十字号。上次是攻击纳坦兹，这次十字镐只距离纳坦兹1.6公里，这么近。我告诉各位，十字镐在5年前就开始进行工程了，但是非常神秘莫测。摩萨德的情报人员知道这里在进行工程，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有核子痕迹，也就是说有核子的相关资材跟那个设备的进驻，所以当时他们也在怀疑这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有伊斯法罕、有福尔多、有纳坦兹，有这3个地方了，怎么那还有多出一个十字镐？这是在干嘛用的？所以当时并不能确定，现在终于能够确定了原来这个地方挖的比以前更深，到了100公尺。我今天要讲一句实在话。以色列空军没有能够对付这样的目标的武器，到时候还是要川普出手。希望川普能够搞得让他自己能够连任，不然的话，要再次发动攻击的话，其实国际视听也很重要。我是认为啦，他已经到了100公尺，但是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上次钻地弹的那个成绩如何，各方说法莫衷一是。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没有用的话，那还会在纳坦兹原地起炉灶。显然是有用的。那现在这个900磅的武器级浓缩铀，到底还剩下多少？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摩萨德那边一定会有情报，所以尼坦雅胡他也保留，说我当然知道放在哪里啊，我也知道他们现在要新建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山。那问题是，以色列本身是没有办法摧毁的，到时候还是要请美国来帮忙。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伊朗要发展核武的决心是不会终止的。今天不管任何情况之下，他可以对国际社会示弱，但他在私底下他绝对会继续发展，因为武器级的核设施跟核子弹是像这样子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保障自己安全的
必要手段。印度也是这样，巴基斯坦也是这样，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的强制的措施跟以色列联手攻击，那是不会有真正达到效果的一天。好，谢谢干哥。好，确实如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的，这个伊朗持续的研发它的这个核武设施的发展是不可能会停下来的。另一方面，除了在核武之外，现在伊朗要强化的就是它在它的飞弹上面的生产了。据传这背后可能还会有来自于大陆的帮忙吗？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媒体已经开始质疑了，说，确实啦，你伊朗想要现在在做飞弹，但是你还是缺少这个关键武器啊，它就是行星搅拌机来帮忙做生产。不过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支持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尤其过去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呢，中国大陆可以躲避美国的制裁，把伊朗的石油洗产地之后输入到中国大陆，现在要他去给这个伊朗运送一台所谓的行星搅拌机，应该不会太难吧？聂老师又怎么看中国大陆的态度？再来就是行星搅拌机对于生产飞弹来说，到底这一台机器有多么的关键？那中国大陆他会愿意透过他的影子舰队来帮助伊朗吗？聂老师又怎么看？好，那世明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呢，态度非常清楚，当然会。那再怎么讲呢？我们讲全世界有8+1个核子大国，除了安理会的5个国家以外，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嘛，中俄美英法。那美英法属于这个体系，中俄属于这个体系。那93阅兵大家很清楚，还多了一个北韩。那当然还有巴基斯坦和印度，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说有呢，好像又有没有？其实它就是有。反正8+1，现在呢这个势力呢有点势均力敌，因为美国很多，那中国再加上2，北韩不会输。但中间你要知道，现在这些所谓的国家把这些国家用邪恶2个字叫邪恶轴心国，里面叫 CRINKS 啊 ，CR 中俄，还有一个 NK Inc 的 NK 北韩，中间是什么？伊朗。这是一个 team， 当然就会，所以中国在最后一定会帮忙，但是中国不敢随便得罪美国之下，各位想想看，这个伊朗这么大，以色列这么小，结果以色列呢去打他的飞弹基地，结果在6月10号还真的摧毁了不少，认为他可能不行了，而美国呢当然要支持以色列去把伊朗，甚至打了伊朗，后面的中国实力就会减弱，这时候还 GPU 武器就嘣，深土炸弹把它钻进去了。核能当然也损失了一些，但是都没有完全解决。好，重点来了，现在伊朗要重建。美国说你不可能很难啊，可是卫星拍到了 ，satellite 就看到，他们真的在重建，怎么有办法呢？你有行星搅拌器吗？什么叫行星？大家都知道嘛，哈，太阳系旁边行星就像叶片这样旋转，非常稳健的旋转。我跟你讲，各位啊，全世界有一样东西啊，我跟你讲是必须要靠设备才有办法做到这么高密度、高精密的。我讲很多东西需要搅拌。比如我们要做的很多精密的东西，你看波沙布、波沙线都是要非常多的石头、稀土这样去搅拌混在一起的。还有你脸上像思敏长那么漂亮，对，如果有油怎么办？是不是要有东西去洗掉、化掉？是不是也要混合？有油水混合物，我跟你讲，搅拌机就是要把你高粘度的东西混在一起，把它混在一起就可以做。未来做飞弹的这个武器，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容易。那中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先讲一个国际的氛围。当然，这2大势力之下，当然答案第一个是肯定中国，当然就会在某些程度私底下帮忙。我们都很清楚啊，说不好听一点，我们讲哈马斯也好，真主党也好，胡塞组织也好，就是以色列要打击的目标，它后面的这个代理人战争后面主人就是伊朗，伊朗的后面主人应该就是中国啊。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有层级的，所以会再来就是行星搅拌机就会，因为说实在的，大家也在传说，伊朗很多的石油怎么去到中国呢？除了这个看得到地外，也有所谓的地下通道可以输入这个能源石油。所以行星搅拌机中国一定会用。中国现在这个所谓的基建非常强啊，你看他现在基建狂魔啊，他很多东西你说他不可能，他都帮你做到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行星搅拌机是很厉害，是真的可以帮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飞弹的物质材料混合在一起，做一个比较。能够重建它飞弹基地的，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确是在美国出乎意料之外。那么这个我已经看到之后，我们觉得美国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审视，搞不好美国开始又要做其他的动作，可能又把眼光又要丢到中东了。我们还要持续观察。今天要来关心的是中东情势，普丁放鸟了伊朗吗？现在说呢，苏35一架战机都没有给伊朗，怎么一回事？于是伊朗现在转向。怒买中国大陆400架的歼10来向俄罗斯报复吗？
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先来传出看到的最新消息是，伊朗是否爆气？现在转向中国大陆，总共是买了400架，希望能够买到歼10C 的一个战机，背后其实藏着是对于普丁的不满，因为来自于保加利亚网站这边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说伊朗的前副议长他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丁在俄罗斯，我们看到在12日战争期间呢，他是拒绝向伊朗提供 S-400防空系统的。他怒批普丁就是因为普丁希望在伊朗跟以色列之间两边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不愿意提供伊朗任何的 S-400防空系统。S-400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功能包括它射程达到400公里，能够打击在高空上面30公里的一个目标，而且配备雷达之后，据传是能够连 F-35都侦测出来的。这一次这个普丁死不卖给伊朗，让伊朗真的也是被炸到这个满头包。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来看，现在普丁为什么不愿意提供伊朗 S-400呢？如果真的伊朗当时有 S-400的话，那么12日战争的结果会不一样，伊朗会有更大的优势吗？委员怎么看？12日战争如果伊朗有 S-400的话，它的损失会比较少，但是仍然不足以赢得战争。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伊朗即使有 S-400，伊朗没空军啊，没有个现代化空军光凭所谓的防空导弹意义不大。你只要看看印巴战争的时候，印度有 S-400还不照常被中国跟巴基斯坦所联合制作的枭龙战机发射了一个很平常的导弹，就是那种辐射导弹，直接就把印度的 S-400给炸了。那表示说你没有一个好的空军，你光凭这个防空导弹，那个意义不大。但是减少损失是有可能的，因为什么？如果你有 S-400的话，以色列的空军要过来的时候就会比较胆寒。但是你说 S-400配备了91N61这个雷达，能不能侦测 F-35啦？当然有人说能，有人说不能。我个人倾向于说没有什么功用，因为 F-35你要用这种比较虽然说比较先进，还是蛮传统的技术的雷达要来侦测。现在能够侦测到逆中战机，大概是中国大陆了中国大陆那一款雷达大概有这个机会。俄罗斯在 S-400的这种防空雷达大概还是有困难。在这种几率不高底下，以色列的作战就很方便他靠他优势的空军，他先用他的 F-35涂穿你的防空网。先用辐射导弹打掉你的这些防空导弹基地，然后在这个取得制空权，你的飞机根本不敢起飞，或者要起飞也被炸掉了。那接下来跟着 F-35进来的就是一大堆轰炸机了。那这样轰炸机每一个炸弹当然是比导弹便宜所以你会承受很大很大的损害。所以你说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但能不能取得优势，那不见得。那至于说普丁为什么不卖呢？战争期间临时要赶货给人家是有困难的，何况说他跟两边都很好，两个真的打，如果平常不打仗，我卖给你当然没话讲。你们两个已经在场上已经是打得你不可开交了，那我卖给伊朗不是就是跟以色列作对吗？对。那以色列在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美国呼吁说欧美国家来制裁俄罗斯，以色列没有制裁俄罗斯，照常跟这个俄罗斯正常来往。那俄罗斯这个时候去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得罪他有什么好处？没必要，没有必要嘛。等到战争结束以后要卖再来卖。那伊朗当然会不高兴了，他说好，我 S-400这个你不卖给我，我就改买枭龙战机，这不是互相取代了。因为一个好的防空系统，不但要有地面的防空炮火，也要有空中争夺制空权的能耐。印巴战争不是给大家一个这么教训了吗？你要有空中好的战机，空中好的空对空导弹，也要像枭龙战机一样有空对地导弹。那还有防空导弹，防空导弹反而是备而不用所以这样的一个战术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概念了。你说我不买你 S-400，我去买这个歼10C，问题是两个不可或缺
不是能够有一个你有歼十 C， 你也要防空导弹，那你要跟中国大陆说，我除了买歼十 C 以外，我要买红旗9，我要买红旗10等等，那才有意义嘛。那否则的话，我看不出来你这有什么特别的。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卖你可以打 F-35的防空导弹？目前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中国大陆也怕机密外泄，和像伊朗啊，这是像漏筛子一样，什么机密都会漏掉了。中国大陆把它卖给伊朗，而不是马上让美军知道了，或者以色列知道了，说他是怎么样去侦测出 F-35的一些军事的机密啊。到目前国际上都知道中国大陆能够破解 F-35这一款，其他的不一定。这一款 F-35的逆中战机的雷达技术，但什么技术大家不知道。有人猜米波雷达，有人猜说它混合红外线，有人猜这个猜那个。但目前就是军事机密，没有人知道得很清楚。那如果你卖给这个伊朗，那就什么事都公开在全世界。中国大陆不会干这种事嘛？那不会干这种事，卖你传统的红旗9。那这个就跟 S-400可能档次还差一点点啊，对，所以我不晓得这个伊朗国防部长计划怎么样，但是买歼十 C 对伊朗是比较划算的，因为俄罗斯的战机哦，它的第5代战机基本上还量产都不大啊，所以很少看它出现。那你要买那个第4代战机啊，那又贵啊，不如买歼十 C 啊，哦，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战斗机啊。只是当然有人开玩笑了，歼十 C 当年发展的时候，以色列有技术上有帮忙。那以色列技术帮忙你中国，你现在卖给伊朗，这好的怪怪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哦，这个俄罗斯他不卖他的 S-400给伊朗，是基于政治上面不想要得罪伊朗，也不想要得罪以色列啦。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发生这样的状况。那事实上呢，伊朗除了想要跟这个俄罗斯买 S-400之外，还有他的苏35战机。现在传呢，其实这个苏35战机本来应该要2022年当时就宣布要买了，然后呢，在2023年的春天应该要交货，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一个影子哦。所以我们来看到了这个伊朗国防部长近期确实想要买的就是 CP 值比较高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歼十 C 来取代歼35嘛。如果我们把这2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战机来做比较的话，在实战上到底谁的性能比较强呢？那歼十 C 为什么要买它？也是看到在印巴战场上面它的优异表现吗？赖老师怎么解读？我觉得印巴的这个表现当然是有帮助的啊。最主要就是说，苏35它是4代半的战机，歼十 C 是4代的战机，隔了半代。半代如果在过去传统的空军来说，大概就是差10年了。以往空军的1代歼，我们通常是20年。那如果以半代来算的话，就是等于是落后10年左右啊。我们也留意到，这2款战机在过去都用的是同样的一款引擎，就是 AL-31。也就是说，歼十 C 最早的时候用的也是俄罗斯的 AL-31啊这个引擎，那苏35用的也是同样的引擎，但是后来中国大陆自己的太行引擎，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涡轮石的引擎已经发展出来了以后，涡闪，然后就用自己的国产的引擎。那目前来讲，以整个性能来说的话，这个苏35 4代半的战机，当然它的性能是比较强。第一个就是它的作战半径比较远，它有到4000公里左右。那中国大陆的这个歼31还没有，歼十 C 还没有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马赫来讲的话，这个苏35是2马赫，而这个歼十 C 就是1.8马赫，比它慢啊，一个比较快，一个比较慢。然后一个作战半径大，一个作战半径比较小，一个是多用途，还有就是它是空优的，那它本身也有对空对地的一个打击能力。所以苏35来讲，中国大陆也有买哦。中国大陆当时也买了24架左右吧，就是苏35来去了解它、认识，然后也研发出相同类型的像歼16的这种战机。那以歼十 C 来讲，中国是外销型的它跟巴基斯坦合作。那这款战机目前来讲已经证明它的这个性能非常的优异，尤其是它的机械性能很优异。例如说，我们有看过台湾很多资深的飞行员都说，看到中国大陆的这种特技的表演，都用歼十 C，就是代表它的机械性能、遥感是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认为说，能够在这么高速度的情形下，然后间隔距离
1.1到1.5米，甚至顶多2米啊这样的一个距离中，能够做各种变化队形啊。这代表说，飞行员对这个战机的操控已经是得心应手，而且这个战机完全能够按照飞行员的意志来飞行。这代表什么？这战机确实是非常好的战机。是，这也构成这次在巴黎航空展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大家都来看，想要了解这款战机。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强调的，它的导弹的性能很好，例如说啊这个霹雳15啊，还有就是战机的性能很好，它可以人机一体。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中国对战机的建构跟欧美人不太一样。过去基本上战机的定义权是由美国跟法国所定义，现在中国大陆完全超越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跟法国要去追中国，为什么？因为过去美国跟法国他们把战机当成一个作战平台，就是战机就是战机，防空系统归防空系统，预警系统归预警系统，所以是拆成3方面。所以要卖你就只卖你战机，我卖你，例如说他卖给台湾幻象16，幻象2000连5型，他就是卖你幻象。可是在中国大陆来讲，我卖你歼10C，我包括我的这个防空的雷达，例如说我们的红旗啊，红旗9，它也把它，然后空中预警机也包括在内，就等于是我卖给你的，虽然看起来是歼10C，但是是一个作战体系。那这个等于是把定义权已经都改变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跟法国要不要追中国的新的定义权？那你想，当这个伊朗向中国大陆买歼10C的时候，他是不是买整个作战系统？对。那如果他是买整个作战系统的话，那这个对伊朗来讲，当然就具有很大的优势地位了嘛。也就是说，他除了能够看，他除了地面能够防空，他还有能够预警、远景，对远程的指挥，然后协助他的歼10C的作战能力。那这个当然性能就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伊朗下定决心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抉择。是好，所以伊朗这次看准中国大陆要买它的歼10C，其实不只是买它的战机本身，还有刚刚赖老师帮我们提到的这一整套的作战体系，其实都是全部包在里面的。那事实上，其实呢，在过去20年的时间之内，其实中伊在军武上面有许多的合作，一直都在默默的进行。这当中，伊朗买了哪一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也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包括这个防空飞弹当中有红旗2啊、红旗7等比较旧款的，另外还有一些是雷达技术跟这个无人机、快速的攻击艇跟反舰飞弹，一点一滴其实有在累积互信。那现在又说要买歼10C，可不可以这样解读说中伊的军武蜜月比较可以正式的开花结果呢？那这一次为什么这个俄罗斯的苏35也都没有卖到这个伊朗去？一方面是政治的理由，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同样，这个俄罗斯自己自顾不暇了。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军工有没有可能逐渐的取代俄罗斯军工在全球的一个地位？马老师怎么看？我想这个中伊之间的这个军事关系其实一直很好。他们在过去1980到1990年代，长期中国大陆提供伊朗武器很多。然后另外就是伊朗的它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实验室，还有它的离心机，其实它的技术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但是这个是在1990年之前的事情哦。那到了2005年，因为国际开始制裁伊朗，所以这个让中伊之间的军事关系就稍微有点渐行渐远啦。那就没有2005年之后就没有再订新的这个军火合约，但是旧约可以继续执行，大家可以到2015年。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中伊之间出现了一个军事上合作的空缺，但是在这之前，双方的关系是很好的，所以双方在2021年的时候就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这就是一个战略关系的大提升嘛，然后再透过上合组织这个平台，从2017年开始，双方就开始有联合军演，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在这个北印度洋，双方这个有这个合作的军演哦。那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军事关系看起来，中国跟伊朗本来就不是很差。那中间受到一些因素，当然现在伊朗想要买这个歼10C，其实不是今天才开始。其实，在2015年，当时他们就有提出，想要买150架，可是对于交易的方式，他们谈不拢。伊朗因为欠缺这个国际货币，所以他希望用石油来换战机。那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当时没有接受，所以这个事情就作罢。可是最近在2025年，因为
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苏凯35的这个战机，从俄国本来2023年就是要开始交货，可是到了截至2025年的6月。其实俄国只交付了4架，但是伊朗买了50架。那以现役的伊朗战机，大概有157到200多架的这个战机都非常的老旧，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包含 F4幽灵战机、F5，然后还有 F14这些。那有一部分苏凯24都是非常老旧的战机，所以伊朗现在有当务之急，它就要汰换它的空军的战力。这是当务之急，但是在这过程里面，的确碰到俄乌战争，俄国的交货能力非常的弱，然后就缓不济急。那现在目前媒体披露，应该是双方有在谈，然后伊朗还是希望用油来这个换战机的方式。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几年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是松绑的。所以也让可能伊朗有一些资金上的活水，所以双方我觉得也许在今年看看他谈的结果怎么样。我相信中国大陆也许有一些政治顾虑啦，因为现在这个区域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其实双方应该是持续都在谈。